你好，我是英英，欢迎收看《英购米工作室》。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的影片的 setting 有一点点跟平时的影片不一样嘞？这是我们的新单元——吹水单元。我很少录这种类型的单元，其实上一次有录过，就是白娃娃事件。那今天的这个事件呢，其实原本我们也没有想要做影片，因为很多时候都觉得说，名字在嘎跟名字在炒作，我们就不要跟着他们一起起舞啦。可是为什么后来呢，还是决定出呢？那是因为很多人关注，很多人在吵，然后也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角度。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来让我们跟大家沟通所谓的网红啦、流量啦、媒体啦，还有观众之间的这个爱恨纠葛的关系。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没错，就是黄明志。那黄明志他一直以来都是有他很多的那一种很有争议性的操作，无可否认他真的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人哈没有爱他啦，但是我无法否认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的有才华的人，他很懂得怎么在这个网络世界上面去生存，甚至不是生存哦，活得很好，所以他是属于这个年代的。可是，对于他的争议有非常的多，我们没办法否认他的才华。可是实际上他有很多的手法和为了要达到的这个目的，会让蛮多的人觉得不舒服可能也会觉得说没有底线，或者是没有原则。其实因为我们是做媒体的，可能我们其实是分得出来什么东西是操作出来的，然后就很不想要跟着一起闹，可是没有办法，这个事件现在已经是成为现象级的讨论，每个人都在讨论，每个人都在蹭。那我们就在想说，我们要蹭吗？好啦，蹭一下好了。不过我们的原则就是，如果你要蹭这个热度的话呢，那要有自己的一个观点和角度。所以我就觉得说，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讨论一下这一个现象，然后把我所知道的，我也是一个做自媒体的人，我也曾经是传统媒体的人，然后这次的事件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来沟通这件事情。首先我们要聊的是整个事件很快速的带过一下啦，因为我觉得基本上是每一个马来西亚人都知道的。反正就是在4月1号愚人节的时候，他就他的粉丝专页上面呢就 post 了黑白照，然后讲说是活到就是他的出生日期到他的离开的日期，分享了2张就是黑白照。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很懂他，都知道说这个是假的，不可能啊，不会吧？就是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又来了，他又要搞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完全不意外。无论是不是他的粉丝都好，都觉得是不意外。可是大部分人，马来西亚人、华人，其实对于生死这件事情是看得非常的慎重的。就算我们觉得它是假的也好，我们也不会很笃定的去说，因为确实在这一个历史上面，就真的有人在4月1号的时候离开了我们。那讲的是狗狗John Godwin啦。那我相信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联想起狗狗。当年的时候，大家多么希望这件事情是一个玩笑，可是可能大家的反应还是有那种，哎呀，不要傻啦，傻的咩？那些香港媒体真的是很坏就是讲说每次就是为了要博版面讲这种话。可是没有想到那个事情是真的，所以这个其实有为一代人呢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和伤痛。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些粉丝是多么的爱狗狗的，那当然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想象黄明志的粉丝是有多么的爱他。所以在这件事情再加上有前车之鉴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算你觉得以他的风格或者是以他一路以来的作风，这件事情就是假的，但是你也不敢把话说得太过笃定。所以呢，事情就是在他发了2篇的这个黑白照了之后的媒体就开始在报道啦。然后呢，虽然大家都觉得哎呀99.9%粉妹杀菌99.9%都觉得它是假的，可是大家还是会抱持着一种很慎重的心态。然后呢，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有一种不是真的是假的嘞？就是他的小编好像也是有讲说就是为他选了他喜欢的颜色啦。开始有人就跟富贵去求证说是不是有这个事情，然后出了新闻就讲说富贵证实有这个事情，但是不接受媒体的采访。然后接下来呢就开始出现说告别式上面呢有他的父母的这一个致辞，然后呢现场的神情哀伤，然后大家就做到这样整就开始有一点点的在想说不会是真的吧。我相信啦，喜欢他或不喜欢他的人都不会希望他真的离开，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对于生命很基本的一个尊重。所以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很失望的原因，因为他玩弄着大家对于他或者是对于人的生命的尊重的这件事情的心情。然后呢，后来呢，整个事件的发生呢，就是到最后果然告别会结束了之后呢，他又出了他的一篇文章，然后呢就讲说，现场呢有很多的记者，就是有人来啊，然后有一些媒体的一些表现啊，就是制造假新闻啊，或者是谣传啊等等，让他觉得非常的失望啊。但是呢，他也会把这些 MV 的内容呢，就是变成了他的这一个新歌的 MV， 然后在4月份的时候，再过应该是我们影片出的时候，可能就是明天或者当天他就要发布了。可能黄明志的粉丝就会觉得说，你还不懂他那边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啦，你们这一些人是太过于反应过大，然后或者是你们就是趁机要蹭流量。可是我回到刚刚所说的，我觉得这一次为什么大家会关注，其中一个原因真的是讲真啊，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每一天都有人来，有的人走这样子，那我们其实可能并不会每个人都有那种需要被报道的价值。那黄明志为什么他的这一个操作会让大家觉得不满和不舒服，或者是有一种悬着的感觉？为什么记者会很想要知道真相？那是因为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如果他真的是死了，那你的那一种不经意的态度就会变成是不尊重死者。可是如果他不是真的，你就会觉得说，那你可不可以早点告诉大家，或者是不要让大家有一种很悬着的感觉，没有办法给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态度，就是可能比较得体，应该是讲说正确的态度吧。所以整个社会氛围或者整个讨论都在那边，到底是还是不是这样子。那我自己个人本身是一看就知道是假的，然后但是我也觉得说也没有必要去多说些什么，反正如果真的是打个来信有什么事情的话，一定是会有新闻稿的，我们就默默的看哦。可是很有趣的就是大家就很忙，然后在这部分开始吵了起来，然后呢关键让这个事情的讨论去到了另外一个层次的，是来自于新州的记者跟这个李伟康的这个对峙的影片放了出来。然后放了出来之后，你就会看到说，有人讲说有记者在现场的时候很不礼貌，然后呢，但是呢又有人讲说是你不请自来，没有邀请媒体，你为什么要来？这个部分的讨论就比较有趣了，就真正的可以去到我们做这支影片的目的，因为我们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为什么记者没有收到媒体的邀请采访，他会在现场。为什么黄明志已经讲他拒绝被采访了，可是他还是会成为被报道的一个对象？然后粉丝为了要护航自己的这一个偶像，然后有一些部分其实是可能不去看的，一些客观的事情可能是他不知道，或者是可能为了撑而撑。那我们尝试来帮大家整理一下那个角度。首先，黄明志在他的 po 文里面就有讲说，重点是我们由始至终没有主动发任何新闻稿给任何一家媒体，也没有回应过任何的东西。你们看到的所谓的新闻，全部都是造谣、谣传，还有不实的。那针对这个事情呢，我想说的就是，黄明志他现在是一个马来西亚最大的大头部的网红。那我们先不讲他，我们先讲说很多人认识的公众人物，如果他一旦离开的话，一定会有很多关心他的人或认识他的人会想要被通知，会想要知道这件事，而不是默默的就走了。那黄明志他拥有这么大的一个流量跟关注度，所以无论他有没有发出邀请都好，这一定是新闻大事件，是一定会被报道的，所以不是他邀请的时候才来的。那所以他讲说没有发出这个邀请，可是媒体却来。那他自己作为一个读媒体系的人，怎么可能像你这样子的一个流量，然后你在你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 po 出你的黑白照，然后还有你的这个普文的公告，然后会没有媒体来报道呢？是不可能的事情嘛。那至于那个什么亚马逊的2只老虎，好，可能是造谣，但是有没有可能也是放新闻呢？你们知道什么是放新闻吗？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媒体环境里面，为了要让有一些事情会被讨论，其实有一些新闻或者是有一些说法是可能有关当局的人放出来的。那可能我们以前的时候知道有一些电台，他们可能要换 DJ 我必须说是有这样子的操作，他们就会先测试大家的反应，或者是先看看大家在讨论说，哪一个电台又大地震？很多时候电台大地震的那一个新闻呢，是后面放出来的啊。我就是能把话讲到这里，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这个可能？你们可以自己去想。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要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现在就去到了我们看到那个网络上 viral 的那一个记者跟粉丝对峙的那个画面。那在刚刚讲的这种情况，我已经讲了，他的流量是这么大，他离开一定是大事情。那是不是一定会被报道？我们现在的媒体环境是连
有人跌倒都会上新闻啊，不好意思啊，出卖一下我的节目，就是我们有时候也是觉得非常的费解。但是其实名人离世会被报道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大马 Manze 啊，就是行头的记者，他在现场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坦白说，我觉得他的立场是对的。虽然他的语气看起来好像很凶，或者是很不友善，或者是不符合就是殡仪馆里面应该要有这个气氛。可是我们不能够只去看这一个画面来断定他当下的行为是对还是不对，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看画面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人是在吵架着的。那在吵架着的时候，我不觉得他会有对白这样子可以很溜的，就是把所有东西讲得非常的工整，然后有起承转合。我不是认同他这样子的语气啊，我要先说啊，只是我尝试在理解这个事情发生，他们各自说话的方式，有人讲到咋一咋这样子，然后有的人讲到有点凶凶这样子，但可能就是在于一种情绪激动的时候，本来就很自然会有一种表现，所以我是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他在现场做着的是他记者应该要有的职务。我觉得比较 appreciate 的是，起码他是愿意人到现场去等待真实的回应，或者是等待一个结论，或者是等待一个真相，或者是问出一个真相的一个人。因为你们也知道，现在就是很混乱，有很多人都不在那一边，在网络上 copy and paste， 或者是只是 share， 然后可能就可以 share 到几百篇的新闻出来，可是流量就是在那一边，所以他们真的是派人去现场守候那一个真实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难道这不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事情？这个事情里面，我觉得大家可以想的是，你如果是不认识我们的，或者第一次看我们的影片，我很想要问你，粉丝啊，我想要问你，你想要看到的新闻，你到底是要求真还是求快？现在的你还有耐心等待真吗？还是你先看到有东西出来，赶快先 share 先？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可以提醒大家，去思考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子的一个阅听者。记得要问自己，你到底要真相还是要快？为什么传统的媒体它没有办法很快？是因为有的时候它需要时间去求证。为什么有些人他们可以很快？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原则和训练，所以他可以很快。在这之间，其实我觉得在今时今日新旧媒体交接的年代，它是要抓出那一个平衡点的。目前就是一个很乱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趁这个事情跟大家讲，你就是在一个媒体很混乱的年代，每一个人你就是流量。每个人要获得你的关注，所以呢，就会做出很多的事情来获得你的关注。无论是各个平台，每一个不一样的演算法，然后或者是广告商，或者是 KOL， 或者是新闻媒体，全部人就是要得到你的关注，因为你就是流量，流量就是价值，流量就是钱。唉，我相信应该大家听得懂吧？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讲得太多。我觉得这一个影片哦，这种风格哈，我一定可以讲到半小时了。不好意思啊，我真的是有点太长气。好，回到去这个大马 Manze， 可能有人讲说你不能够好好讲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凶？我首先我觉得他的立场是对，但是他的情绪哪里来？他的情绪哪里来？这件事情就有一点点有趣。我的想象啊，这是我的设计对白，剪辑师帮我放一个设计对白。我觉得他当下的情绪可能是来自于，为什么明明是假的，明明知道这是一个局，我们全部人还要来报道，为什么我们还要跟着他起舞？为什么这个社会上还有这么多重要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去采访的，可是我却要在这里执行我的任务？为什么我们还要出这么多的影片？为什么？这个明明一看起来就是假的。OK 啊，完了啊，完了啊，说现在是怎样？所以我的这篇文，我的这篇稿要这样写，所以它到底是生还是死，还是宣传还是什么？我觉得对于一个带着任务在身的人，在现场，他真的会有很多这一种问号。然后我也想说，在传统媒体里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很认同要抢流量的做法。其实有很多的记者或者是媒体工作者，他们是很 struggle 的。就是 OK 公司的利益，或者是在网络上的流量，他必须要这样子做。可是他其实不想这样做，但是因为他受了这份粮，他就是
需要执行他的任务，所以这种时候他的那种内心交战啊，所以这是我能够为他设计出来的对白。我不知道这位记者妹妹你有看到吗？如果刚好我讲对的话，你可以留言啊，或者是你可以告诉我你真正的 OS 是什么。所以我是觉得说，可能情绪是来自于这里，他做着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其实在这部分他是没有错的，只是如果你要攻击语气或者是针对他的这些表现的话，我真的觉得那不是重点要讨论的东西。所以回到最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拱媒体、粉丝的反应，然后大家的对骂，然后到最后把全部人 goreng 在了一起之后，然后呢才来发一个声明，然后到最后呢才发布新歌。而你们全部人，我们全部人，每一个有做过他、有讨论的、有留言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一个局里面的一个角色，然后成为他新歌 MV 的素材。为什么有些人会很生气？就是因为我们明明知道这是个局，为什么我们还是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知道这支影片出的时候，它的 MV 是不是出了，我们尽快把这个影片剪出来，大家可以去观察这一点。也有洪明志的粉丝讲说，哎呀，你们一看到是那个亚马逊的老虎给咬死这个新闻，你就知道是假的了啦。可是实际上，它前面有一些不同其他的操作，包括有一些 KOL 也发布了黑白跟他相处的这个可能片段啊，或者是照片的时候，确实会让一些人开始疑惑，可能这件事情是真的。如果真的是事情是真的时候，大家的态度就要变得很哀伤，或者是很沉重，就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来调侃一个网红这样去。我觉得回到就刚刚提到的，大家对于死亡这件事情的一个尊重啦。当然，目前也是有很多人都讲说，你知道吗？有多么多的人希望自己的葬礼不是真的，就是或者是自己的亲人的葬礼不是真的，而他们很想要活着，可是他们却走了。那黄明志他的这一个 po 文里面是有讲到说，他想要就是推广的是生前告别式。那生前告别式的这件事情，他这样子的做法对吗？我觉得他有其中一个让人家很不喜欢的、很讨厌的东西，就是他做的东西有很多很明显的操作痕迹，可是到最后的时候，他会用其他的说辞来逃脱，或者是粉饰他做的这件事情的看法。我不知道你们明白不明白我讲什么？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可以理解的。比如说他在玩弄色情的时候，他讲说这是艺术，然后他在做什么什么的时候，他说这个是什么是你们不懂。然后呢，我现在在宣导的是生前告别式，然后是你们自己在那边随着起舞，可能也在过去的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之下，可能也 maybe 在鬼门关里面走过，我不知道，因为他这样子写，然后你又会觉得说，是咯，如果他真的是很惨，也许他现在的病很严重，那怎么办？我们不可以骂他这样子，你懂吗？说我觉得他比较讨人厌的地方，sorry 啊，就是这一些地方，就是你明明知道那个痕迹是在那边，可是却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推卸责任也好，或者是逃脱也好，这真的会让看得懂的人很不舒服。对于生前告别式的话呢，我推荐大家看这2篇文章。其实今天这支影片里面呢，我会分享观点比较好的一些朋友。那生前告别式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朝和的这一篇，还有这个一个比较新的殡葬业的业者，他们很年轻，他们很有想法，他们对于死亡很有自己的一个理解，很温柔的一个单位叫做一元。那他的这篇文章里面呢，有带到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殡葬业的业者，他们是怎么看待死亡和看待生前告别式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他的角度我觉得是很多人觉得比较认同的。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你可以看这2篇文章，我们都会把这些文章连接放在我们的描述栏。那除此之外呢，我也是想要分享这2篇文章。如果你想要知道的是作为媒体的角度，因为有的时候不是每个人读过媒体系，因为我是媒体系毕业的，黄明志自己本身也是，我们也在媒体的生态里面工作，所以我们会比较清楚记者的职务是什么，他在坚持的东西是什么，哪里东西做过了，有哪一些东西是做对了，哪一些东西是很努力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正规媒体的这个观念和想法的话，那你可以看这篇文章。这是拉曼大学媒体系讲师刘伟成的这篇文章，他当过记者，他现在在教别人做记者，所以你可以在他的文章当中呢，可以看到我觉得3观比较正确的一个分享这样子。那当然你也可以看以下这一位就是时事评论员，他也是大学讲师，他是叶天同，他的这
一个 blog 也是蛮多人推的，就是野田宏，他经常都在沟通着关于媒体识读啊、流量啊、媒体现象啊、社交网站上面的现象的一些讨论，我觉得他写的东西也是非常的言之有物。还有自由的球脑的这一篇也是有在各个角度呢都放出了他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个看法，我觉得是非常的值得参考。当你把这些影片都或者是这些文章你都看完的时候，其实是有助于你有更完整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的。说到黄明志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是不是浪费了公共资源？那刚刚这2篇文章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讨论，而我想要跟你们说的是，其实是有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讨论黄明志的时候，其实大家的关注度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呢，有一些值得被关注的新闻就没有被看到。第一篇就是又有一间 KK Mart 被人家砸汽油弹了，然后连阿公呢，还有现任苏丹都强烈这个行为，他们认为这个暴力行为是破坏了马来西亚的和平。那这个事件如果不是黄明志的事件的话，应该也是会蛮多人的讨论的。可是整个关注度就被变低了咯。那第2篇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大马壁球女将 Siva Sanghari 成功在2024年度的这个伦敦壁球经典赛夺冠。那这是9年来马来西亚第一次有运动员在这个赛事拿金牌，连续打赢世界第1、第2还有第4。这不是很值得我们关注和光荣、很欢呼的事情吗？完全是被盖过了啊！关注度只有那么一点点这样子。对，讲到这个的话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会做一支影片呢，是关于马来西亚的运动员还有马来西亚的这个体育协会之间的关系，他们为什么会吵架，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大家敬请期待，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都会上影片。那接下来很快就会有跟体坛有关的影片，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第3个呢，被盖到的新闻就是巴都截止注册，还没有注册的朋友呢，就自动被注册。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愚人节的玩笑。好，所以这几个都是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就是议题。那关于巴都你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看这支影片。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说巴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体制，它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然后它的隐忧是什么，然后对大家可以看。然后迟些我们还会有就是报税，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人要缴税的这个影片，大家可以去看。OK， 聊了这么长，那最后我要分享的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呢？看法就是在这个资讯爆炸、媒体环境大混乱的年代，你、我们全部人都只是演算法里面的一个小点而已，我们都是里面的一个 dot。所以其实真的不要对所有的事情都有反应。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都是分散的，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这件事情有反应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关注点就会这样子聚集在一起，就会让这件事情变成重点。所以呢，要让整个网络环境的重点是什么？其实是我们阅听者决定的。你觉得它是重点，它就是重点；你觉得它不是重点，它就不是重点。所以呢，最好的就是你要懂得判断什么东西是操作的，什么东西是假的。然后呢，不要去看那些东西，让自己拉远一点点的距离，让你的关注度、你的在网络上面的时间聚集在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上，因为我们每一个小点都往一个地方靠拢了之后，这件事情就变成重点，也就是代表这样子的方式奏效的话，那一些网红也好啦，或者是很想要获取流量的人呢，就会不断的制造一些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行为，来让关注点放在那边，然后让自己变成重点，然后你就会觉得有好多好多。其实实际上你跟我都是可以决定这件事情的，虽然有一点吃力，那我们就希望这支影片呢可以让大家有一点点的概念。好，无论如何，我觉得如果是在于操作或者是流量的部分，黄明志一定是非常的成功啦。其实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啦，只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也要去思考一下，你自己想要追随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价值观。一个人的成功，他有可能是有很多的方面。有一些人是认为他很有才华，发挥很有才华就是一个成功。有的人是觉得说，哦，这个人他很有钱，所以呢，他可以做到现在这个地位，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可以花钱如流水，那他就是成功人士啊。可是有一些人是会认为说，人的品格很重要，就是这个人的品格和他的所作所为很好，那他就是成功的人，不见得有财富，或者是不见得有才华，可能要看一下，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认同或者是崇拜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成功。当然这是你的选择，没有对错，只是你可以去思考一下，你其实想要自己变成什么样子的人。因为 you are what you read, you are what you eat 对，所以我们吸收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会成为的那个样子。说我是不是开始说教了啊？ OK， 好，我肚子饿了
反正呢，我的结论就是跟大家讲，不要对每件事情都有反应。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就是为了要让你有反应。所以我们可能成长的过程当中，变得更有智慧的人，就是要开始懂得啊，就是把我们的时间还有我们的精神这么珍贵的东西放在值得和有意义的地方。那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当你看到有人在做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很努力的时候呢，去关注他们，就是我们啊，自己讲。就是如果你觉得我们做的这个内容，或者是刚刚我提到的这一些，就是几个文字工作者，你觉得他们的分享还有他们的三观很符合你的三观的话，去 follow 他们，去关注他们，去推荐他们。唯有让这些优质或者是比较正面的一些价值观给更多人的看到，才有可能去抗衡那一些很喧哗嘈杂的声音。So 大家一起共勉之。好啦，今天这支影片呢，很长，我觉得就不要有字幕了。这个单元叫做硬硬聊一下，因为我们就发现有很多人都在聊一些政治上面的东西，可是因为我们荧光笔一直来做的影片，我们都很努力在做收集资料的部分、资料来源的管控，然后还有 fact check 的部分，所以它没有办法很快。于是呢，我们的内容虽然很多朋友谢谢你们支持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很好，可是实际上因为我们的这个坚持，我们没有办法飞快的成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就是随便做了之后，趁那个热度，然后让自己飞高。那目前的这一个有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在最低的制作成本之下去分享我们对于某一些热点事情的一个看法。虽然它很像吹水，比较像朋友跟你聊天，或者是看我在发牢骚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个长度，还有这个语速。还有这个内容会不会觉得很乱啊？都可以留言呐，但是留言要温柔一点呐，哈，不要太凶啊，哈，我会伤心。OK， 当然，如果你继续想要支持我们荧光笔呢，可以做更多的影片或者尝试更多不同的系列的话呢，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一个月1杯奶茶的钱呢，就可以支持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影片，还有走更远。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的子弹什么时候就要烧完了这样子，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啦。那还没有 follow 我们的频道的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些 social media 朋友，去 follow 一下。那大家在留言区聊天，拜啊！对了，你觉得这支影片讲得不错的话，就 share 出去哦。还有最后要送给大家这句话：更切太貼，炒埋一碟。所以保持距离，不用每一件事情都要给反应。